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佩金的极乐世界，我是吴佩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打击乐演奏家，那他的专门呢是木琴跟 body percussion， 也就是身体打击乐。他是来自于法国的 Fabien Tisserand，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子念对不对，因为我没有特别学过法文，可是呢 Fabien 他的中文非常的好，令我非常的讶异。我们现在就请 Fabien 来和大家打声招呼。Hello, Fabien. 好，你好。So, how to pronounce your name? My name, you can pronounce it Fabien Tisserand. Fabien Tisserand. Yeah. 所以你的中文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呢？就是我是先在法国学的，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我有中文的朋友，然后我觉得中文就很有意思，所以我开始自己学的，然后跟他们可以说一句一句，然后对，几年以后就所以开始讲中文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差不多8年的吧。8年哦，对，哇，不短欸，真的讲得非常好。那么我看Fabien他到世界各国很多的演出，然后也有非常多的教育的课程，比如说特别是在身体打击乐这一块上面，我看到他不管是在北京啊，然后在南京，甚至在台湾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课程。我想很好奇哦，先请Fabien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个人如何开始学习打击乐的呢？ So how do you started your percussion learning? I started when I was a child. I started with a drum set. 我先学的那个爵士鼓，对。然后我18岁的时候，我去过Le Mans，是一个法国的城市，在西部。And I started to learn this the marimba and with contemporary percussion with a teacher named Lionel Le Fournis. And after that, I got so passionate about that, so I continued this way to become a musician and a teacher. 所以他小时候其实就开始学打击乐了。那么一开始是学爵士鼓，那后来18岁之后呢，也开始学木琴，那当然是跟法国的老师学，然后再来就开始他打击乐的生涯。So, what made you to this trip to Taiwan? I came this time to be jury for Taiwan World Percussion Competition that took place in 他7月的时候受邀来担任世界精英华人的一个打击乐比赛的评审，那他很开心能够看到很多台湾的打击乐演奏者。那我想他在木琴上面打了很多不同的音乐，那其中也包括从法国的曲子改编的，像 Edith Piaf， 然后这曲子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想请他来和我们聊一聊。Could you talk about the piece? Edith Piaf? Yeah. So 是一个法国很传统的曲目，我很喜欢这个曲目，因为 Edith Piaf 但是对我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他的生活，他的写音乐唱歌的方式，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然后我开始听这首歌，我一直考虑要不要再做一个马林巴的 arrangement。我写这个乐谱就是给一个学生可以练习那个4个拍子的4根棒子。那所以这首曲子的曲名以中文来说是什么意思？Non, je ne regrette rien。可以说no 就我不后悔。你不后悔，我不后悔。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是由Fabien所演奏的 Edith Piaf 的《我不后悔》。
哇，这首曲子好好听哦！我也好喜欢听 Edith Piaf 的曲子，他特别是看他唱的时候，常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真的是把生命跟他的生活的经验整个投入在里面。那改编成木琴，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适合。然后另外也有在这个身体打击乐上面，你花了很多时间，对不对？那怎么会想到在这个身体打击乐部分的？是有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你开始将身体的运用啊？其实我先开始带这个肢体打击音乐，是因为我觉得好玩，because it's fun。然后就以后就有考虑很多很多方式，我怎么可以，我当老师的时候，就我可以怎么可以用肢体打击音乐，让别的学生进步。因为对我来讲的话，这个肢体打击音乐对学生对艺术家的是很有用，很有用，可以让音乐家就懂这个 breathing 这个 music sentences，音乐的乐句啦、呼吸等等的，就是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可以让他们知道那个速度，可以动速度，身体动，因为我看过好多就是表演有他们跳得很好，真的很好，很快，哇，很多，但是里面我们看有一些就 it's not breathing， 然后没有在呼吸，对，然后速度有一些，对，所以对我觉得肢体打击音乐就很有用，这样打击小朋友、大朋友就艺术家全部都比较了解这个。他是真的从身体的这种打击的训练，他其实可以让一个人真的去感受到拍子，感受到节奏啦、呼吸等等。所以当你在真的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会更了解，而且你的整个人会跟着一起动跟呼吸，也才跟音乐更完全的结合，对不对？那你所带来的音乐里面有没有跟身体打击乐有关的呢？有这个 Adele Hello， Adele Hello， 就是这首曲子。我们先来听听看什么是身体打击乐。
迎朋友们继续回到佩金的吉乐世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法国的打击乐演奏家 Fabien Dissot 是的，是他来和我们聊他的非常专长的这个木琴和身体打击乐的部分。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用身体演奏出来的音乐，那既然今天很难得这个Fabien在现场，我们会请他现场来为我们这样示范几种身体的声音啊，可以啊，来听听看。哇，好精彩哦！他刚刚呢就有拍他的胸膛，然后还有弹指，然后甚至是我们听到一些声音音高的变化呢，是他用双手敲打他的脸颊，脸颊里边的这个你空气的多少等等也能够变化音高。因为我们刚刚听了，其实我就很想跳舞，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运用的。那么我也想请这个Fabien和我们聊一聊，他其实到世界各国去很多的旅游啦、教学等等的，那他怎么样看待这些经验？是不是有给他一些不同的成长，或者是他到这些不同的国家跟不同的民众来接触，那又是有在教学上面又有什么样的调整呢？So you've traveled a lot to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you've taught them the body percussion, and what's the input that you got from them, or what do they learn from you? 这个第一个我觉得去很多国家那个叫那个肢体打击音乐，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看他们的身体，因为就是我们的身体会动，因为我们的 culture。然后来说这个，它每个 culture 跟跳舞有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在马提尼克，他们是一个法国的岛，那个美国的旁边 Caribbean，然后看他们一直在跳舞，是每天会听音乐会跳，所以他们来打肢体打击音乐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比较怎么说？对，就是然后如果去中国还是去大陆还是去台湾，就是看身体会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看这个是对我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法国就是我们有很多外国人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懂那种的。但是我们可以教的比较好。在法国有阿拉伯人，有非洲人，有亚洲人，有美国人，所以对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对，所以其实到不同的国家遇到不同的人，其实会有不同的民族性，还有我们对身体的这种本来的运用的程度或开放的程度也不太一样，所以当你在教学的时候就要做一些调整，对不对？那通常你都会进行多少天的这种训练？那个 workshop，大部分我们会有3天到5天，然后我刚刚说那个马提尼克的，就是我是去那边每年我去2次，所以每年我们有2个礼拜可以做这个，然后他们会跟他们自己的老师继续我们学什么。哇，感觉好棒哦！那我们现在再来听一段Fabien带来的音乐 Game of Thrones。所以这首曲子在说什么呢？就是一个 TV show，我先开始那 arrange 这个曲目是，我需要给我的学生做一个ensemble，然后也给他们乐团的训练。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TV series Game of Thrones。旋律的游戏，不知道在找旋律的游戏，对，就是有一个主题去发展。
迎回来佩金的极乐世界。本节目在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四晚上8点首播，周六晚上9点重播。另外在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每周四晚上10点播出。同时您也可以透过网络线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法国的打击演奏家 Fabien， 他为了他的这个学生的打击乐团的这种重奏，他来训练的一个曲目啊。那请Fabien和我们聊一聊他在法国学习的这个部分，主要是在哪些领域，然后老师教给他的，他又怎么样运用在他现在自己不断的在教学生的这个路上呢？就是我开始跟那个 Lionel Le Fournis 是对我刚开始教我马林巴的，教我打击的，所以我到他的教室的时候就全部都不知道，然后他有给我介绍很多，让我知道比较多，所以对，然后那个我专业的学习 conservatory like 学习音乐学院Yeah, I studied with Jean-Baptiste Couturier in Tours, and he teach me how to practice and how to make things right, and yeah. 对，他在 Tours 的这个老师呢，也教他什么样是好的，然后怎么样去练习等等的各方面。那 So could you talk more about the teacher? After that, I met Jean Geoffroy, I met Keiko Abe and Françoise Rivalon. For me, that was the three people really important for me, who gave me a lot of new music inspiration. 后来他又遇到了3位老师，那这3位老师都非常有名，一个是 Jean Geoffroy， 另外是大家很熟悉的安倍圭子，然后第3位是 Françoise Rivalon。那这3位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那是什么样的大呢？ So how did they influence you? By the way they're playing, by the way they taught me during masterclass. I remember a very for me very important moment. I was playing some marimba with Jean Geoffroy, and he just said like few things very short about the music, and immediately things became clear for me, and even I couldn't play it at this time, I knew which way I could take to play better, and that was really important for me. 是当老师看到他的老师们演奏的时候，或者是说在他的跟老师上课的过程里面，老师所告诉他的里面，他就觉得学到很多。那举个例子，就是当他演奏一个东西给 Jean Geoffroy 听的时候，那他就跟他说某一个小小的点，那么他马上就通了，就马上知道说是怎么回事了。然后虽然他当下没有办法演奏出来，可是他之后就知道怎么做了。这样。And how about with Keiko Abe? Oh, Keiko Abe, it's like for me the big woman of marimba. Her life, like everything she composed, and all the works she did with Yamaha to bring her these instruments.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 like really much the play her part, especially Michi, who I play like in a lot of recitals. I improvise it, and just it's this music really makes a lot of sense for me, and I like to play it and to grow older next to this music. 那安倍圭子对他来说其实就是木琴界的一个非常大的人物那是很不简单的一位女性。那么她的作品非常的丰富，那另外她跟雅马哈所合作做的木琴等等也是有非常让整个木琴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那她特别喜欢她的作品 Michi， 那也在她的很多的独奏会里面演奏。那在这中间她也做了很多的即兴。那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play for us? Horse Cadenza from Charlie Labensky. 这个是一个音乐家，我去 Caribbeans 的时候就
跟他见面听他的 trio， 然后听这个音乐跟他见面就觉得哇很有意思，要不要再 transcript this music 用马林巴，所以这个我有再加一个乌度，加一个乌度这样，好棒哦！所以经常你看发边他听到音乐他很喜欢之后，他常会想说自己要来改编一下，那么在这个改编的过程里面他也添加了新意，比如说加了乌度，就是加上那个很像花瓶的，它其实就是那种陶的鼓哦，它声音非常好听。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在家里面也可以拿花瓶来试试看，可以打它的洞口，打它的旁边啊，或者是不同形状的花瓶，或者不同材料的材质的，它的声音都会很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Horse Cadenza， 就是马的这个 Cadenza， 我们都讲装饰奏。欢迎回来佩金的极乐世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法国的打击乐演奏家发比他所改编的 Horse Cadenza。 那我想你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一定自己特别有感觉，因为这些曲子都是你喜欢的。那可不可以和我们聊一聊，你觉得就是当你在这个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么对于你自己的音乐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前面很多人这样，就是让我常常改变我的看音乐的方式，the way I see music。我记得一个很特别的时间，我在斯洛伐克 in Central Europe。我在那边有听过中欧，对，这是一个小朋友的。czerwone jabłuszko， 那个意思是小红色苹果，红色的苹果。然后用一个 mode， 就我没有听过的，用一个很特别的调性，他没有听过的。对对对，然后这个先知道是一个儿歌，对，就是等于儿童的音乐啊。对 ，and I think this mode just I was thinking, wow. This is just
great. And I decided just to arrange it for marimba and just to use it, to change it and to freely arrange it. That made me like understand new ways, because in Central Europe they have some, very special culture too about the music and improvisation. And 所以其实这些旅行都带给他很多不同的收获，特别是在音乐上，像他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他在斯洛伐克，听到了这个其实是儿童的音乐，那么一个红色的小苹果，然后可是这个调性非常特别，那么他以前没有听过，他就觉得很特别，他就也是就要决定自己改编。那当他在改编的过程里边，他就又加给他了很大的一个自由度，其实这是他觉得当他在旅行的时候很棒很有收获的地方。 So what's for instance your experience this time in Taiwan? Is there any new input for you? 我问他这次来台湾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收获对他自己而言。就是今年我来台湾，就是我过年的时候在台东，我跟一个原住民的朋友见面，布努，然后他们有教我他们的一首小朋友的金爸爸姨妈，金爸爸姨妈，然后这个I was very, very, very impressed by the way they sing that. So yeah, this I didn't. I started to arrange it. It's not finished yet, but yeah, I might play it with students pretty soon. 哇，感觉像他很常来台湾。他说他过年的时候，他是在台东，然后跟原住民的朋友一起过。那其中不论就教他那首他刚刚唱的这个曲子，然后他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他们唱歌的方式啊等等的。那么他也开始改编那首曲子，只是现在还没有完成。Wow, so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to China? Because I saw a lot of video. 我问他去过中国大陆几次，因为我看他很多在中国大陆教学的一些影带。我去过大陆，好几次，我没有算了。Wow, because you love the culture? 对，我很喜欢 this culture，我也很喜欢，就是I'm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teaching. 我就是很喜欢就做那个培训课。And I think it's I like to help them to grow and just to give them some tools for teaching percussion in another way. 他当然对于中华文化有很大的热忱。那另外最大的一点是他自己真的是对于教学对于培训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那他也很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教学的工具的意思，就是说更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带，那让大家可以在音乐上成长，真的是很棒我们需要多一点这样的老师。那我们现在再来听发源带来的音乐，是一个 violin duo。这个是如果在 YouTube 看那个视频，我在一个旧的工厂录这个。
Fabian，在你未来的工作上，在你音乐的发展上，你还有没有特别希望去做的事情呢？我现在很喜欢回去冰岛，然后录一些就他们的 rock band 的 arrangement 和马林巴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冰岛，我还不认识有马林巴的人。那怎么会想到要去冰岛呢？因为这是去年去冰岛的一次。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到那边就看这个山，看这个海，看他们的 lake，就我很舒服，就听他们的音乐，就对我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舒服，是第一次对我有这样的。所以，对我真的很希望回去那边做还是一个 collaboration 和冰岛的音乐家做合作。对，因为他们的音乐也是很特别的。所以对我们认识那个 Björk，也是对也有。哇，他真的是全世界都觉得他实在是很奇人啊，非常特别的人，他的音乐啊。是的。那你的这个 body percussion 里边呢，其实跟比如说我们声音啊，我们声带所发出来的声音这个部分，应该也有用到很多，对不对？对，也是对，也是这个一种的 street art， 这个 beatbox，我不用这个，就是我用身体。所以还是以身体为主。是的。那当你训练身体的时候，是从怎么开始？通常对于完全不熟悉的人，怎么开始？对，怎么开始训练他们？你会教他们从什么开始呢？从怎么开始？就是我常常会用那个口语教学，就是我们不看谱。对，这个我为什么先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太极音乐家、艺术的音乐家，就是我们习惯要做新的东西，我们看谱的。但是跟自己太极音乐我觉得没有用。所以我常常会开始做一个节奏，就让大家模仿。是的，学我这样，然后看他们怎么动，他们怎么可以用脚，怎么用就那个身体，就会开始教他们节奏的。那学生们有没有给你什么回馈？就是他们有没有说跟你上了课以后，他们觉得怎么样的收获呢？我每次就是他们开始做的，到结束的时候，他们会了解比较那个身体是什么用的。因为就是对我这个肢体太极音乐也是一些 dance 那个跳舞的，也是 music，也是 street art，就是我们上舞台的全部很重要。Every move is important。所有的动作都很重要。对，所以而且那个全部的动作会有意思的，需要一个意思。身体很重要的。我以后那个如果是钢琴还是太极音乐还是所有的乐器，他们上舞台，他们会考虑我现在做动作是怎么样的？对。因为you already saw it many times, I think so. To like in competition or in concert, like people with parasite movements, like yeah. And I think body percussion is really interesting to help musician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dy. 所以他刚刚提到说，其实像我们经常在打击乐的比赛中，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演奏者演奏，那他们的身体是多么的不一样，而且其实是多么的重要。那所以在这个身体打击乐的这种推广里边，它就对于这个部分很有帮助。对。And I think it's when the musician can just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body, he can just
come back with his instrument like more strong because 你上舞台的时候就跟你只有你的身体。比如说我们马林巴音乐家就我们弹马林巴，我们在马林巴的后面，所以有一些距离。Yeah， 我们可以 hide， 我们可以藏。And yeah， 你上舞台就只有你的身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个音乐家、每个艺术家，也对每个人就是很重要。然后回来生活，不同的生活，就可以考虑，可以 evolve。对，平常的生活里面，很多身体的运用也都可以加进来哈。那我很好奇，就是你的家庭里面，除了你是音乐家以外，还有别的人也是音乐家吗？ So in your family。You are the musician, and is there any other musicians in your family? 我的爸爸是弹吉他的，但是他很晚学过，他自己学的，然后当小朋友的时候，他又跟我妈说，好，我们的小孩一定要可以学音乐，他们以后需要继续还是不需要就都行，但是我要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就可以来学音乐，因为is from a very big family and he didn't have the chance to study music and he wanted to give to his children this chance。所以他爸爸是自学吉他可是从小他跟他妈妈讲说，我们的小孩一定要他学音乐，因为他爸爸来自一个很大的家庭，可是比较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学，所以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学。So now he must be very proud of you, right? Oh, I hope so. I hope every day. 我说他爸爸应该很以他为荣那他说他真的也这样希望。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非常谢谢Fabian来这个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很难得的机会，在暑假中他来到台湾。O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me. Hope you to come to Taiwan again soon.Hope so. 谢谢，那也非常谢谢朋友们收听佩金的极乐世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